驾驶体验的话，我们对标 WRV Ativa， 整个驾驶体验就是天差地远，两个是不同世界的东西。 影片开始前，一定要为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看的产品，就是来自70迈的 Omni 系列的旗舰新产品 Omni X800。这一台呢是一个4K 前后双摄行车记录器。这一次的 Omni 跟上一代一样，可以拍摄360度环绕的旋转画面，也就是说，你可以用语音控制的功能，或者用你手机的70迈的 APP 来连接它，控制它旋转左右拍摄，或者直接用语音要求它帮你拍左边、拍右边。 或者拍 vlog 都没有问题啊！先进的 AI Motion Detection 2.0呢，可以更加精确的跟踪。它这一次支援了 WiFi 6 5 GHz 的这个传输速度啊，下载速度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提升。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安装到这个70迈的 Omni X800， 加上前后拍摄的 Dashcam， 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呢，也可以找到他们的购买链接，点进去就可以查看价钱了啦。那事不宜迟，我们现在进入今天的主题内容啦 ，Let's go！ 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今天心情很愉快，为什么呢？因为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这一台来自 Chery 的 Tigor Cross HEV。这一台 Tigor Cross HEV 呢，很有可能啊是目前马来西亚最便宜的 Hybrid 车型了。这台车目前是还没有发布啊，然后我们有听说了一下它的价钱啊，很有可能啊是会低于10万马币，10万马币以下买一台介于 A segment 与 B segment 之间的一台 SUV 啊，而且还是一个 Hybrid SUV， 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对手了，太便宜了这个价钱。那这一台 Tigor Cross 呢，之前啊，在我的频道就有为大家带来它的 Turbo 版本的完整影片，包括它的 Exterior、Interior。这一台 Hybrid 版本的 Exterior、Interior 跟 Turbo 版本其实看起来是没有多大的差别，比较明显的差别就是在这个 Sport Rim 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从原本 Turbo 版本的18寸变成 HEV 版本的17寸的 Sport Rim。 轮胎方面也是不同牌子，这个是一个赛轮的轮胎，赛轮轮胎啊，轮胎尺寸是215/60R17。赛轮这个牌子可能有些人觉得很陌生啊，不太认识这个品牌。可是我自己用过赛轮的轮子，其实还不错的，又够安静，又够耐磨。台湾那边我一位也是讲车博主一个朋友啦，孔哥，他自己也是用赛轮的高性能轮胎，所以我觉得这个轮胎虽然大家可能比较不认识，不过我觉得对我来讲还是蛮有信心的。刹车卡钳跟 Turbo 版本一样是漆上了这个红色的漆料啦，所以看起来更加的 sporty。不过因为它的 Sport Rim 很多这种 Hybrid 车型或者 EV 车型常常用到的这种 cover 啊，就是为了让它减低它的这个风阻，就会变得更加的少这个空间看进去，所以你看不到它的那个红色的 caliper 啦。车头方面跟之前 Turbo 版本的没有多大的改变，所以之前你们看过那一部影片的朋友应该就知道它长什么样了啦。没有看到那一部影片的朋友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过去看一下。那车尾部分呢，跟 Turbo 版本也是一样，也是这个贯穿式的 LED 尾灯，不过在下面这边多了一个 Hybrid 的 badge 啦 ，Hybrid HEV 虽然是一台 HEV 的车型啊，但是它也是一个双出排气管啊，不过是躲在 bumper 里面啊，是看不到的，不明显的。那 Hybrid 版本的尾箱有没有电动尾门呢？哎，一样啊，没有电动尾门，还是一样给你一个电磁阀，然后用油压顶杆把它顶上去。跟 Turbo 版本有一点点小差别，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尾箱盖里面哦，有一个遮罩板嘛，这个遮罩板有一个隆起 ，Turbo 版的就没有隆起，然后隆起的部分是为了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我们平时的汽车小电池的位置啦，会放在这边。然后可能很多人就会在想 ，Hybrid 车应该就没有 spare tire 了啦，不用看下面了。其实这辆车有啊，只要再把第二层遮罩板掀起来，又可以看到还是有一个比较窄的 spare tire 啦。总的来说，我觉得是好过没有啦，因为有些人他们不喜欢补胎剂，也不喜欢那个打气棒，因为在路边爆胎了的话，最好还是可以赶紧换上一个 spare tire， 赶紧离开那个爆胎的位置，然后去找 workshop 还是去找tire店处理嘛，对不对？所以有 spare tire， 我觉得这个是诚意满满的。没有电动尾门，关的时候其实它有点蛮重一下的，这个门。
可能它的液压顶杆还很新。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的 engine bay 里面是怎么样的啦。既然是 Chery Super Hybrid 嘛，我们就要看一下 engine bay 里面跟 Turbo 版本有什么不一样啦。打开这个 bonnet 啊，跟 Turbo 版本一样，是有2只液压顶杆把它顶上来的啊，所以比起那些还要找一只垫的是方便很多啦。这一台 Chery Tiggo Cross Hybrid 版本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engine bay 就跟 Turbo 版本的不一样了啦，看起来是更加的饱满哦。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Motor Control Unit 非常显眼，然后还有一些橘黄色、orange 色的这个 cable 啊，很明显就是一台 HEV 车型啦。引擎方面是一个1500cc 4缸 NA 的引擎啊，搭配的是 DHD 的变速箱啊。其实讲它是变速箱，应该是讲它是整合了电动马达在整个动力传输系统里面，也就是讲它的引擎也可以把它看作成是一个发电机这样子啦，让它充电，还有让它制造这个动力电能给电池，然后再让马达输出动力。所以这台车驾起来，我相信应该会像之前我们驾过的 PHEV 版本的 J7 那样，驾起来是比较像电动车的那一种感觉啦。现在我还没有开这辆车，等一下上路试驾体验就知道了啦。整个后座的表现其实跟 Turbo 版本没有多大的差别，一样这个椅子是可以做到6/4分离，不过它的椅背倾斜角度只有一段啊，你不能把它放得更斜。所以以一台 A、B segment 之间的这一台小 SUV 来讲的话，后座乘坐体验椅子是属于比较直了一点点，椅垫长度中规中矩，普通啦，不是特别的好。前座我已经移动到我自己的一个平时驾车的距离了啦。这个大腿空间啊，膝部空间其实还算可以接受的，有一个冷气出风口，跟 Turbo 版本一样，你either吹左边的人，或者吹右边的人，或者吹中间的人，你不能同时兼顾到左右边的乘客啦。然后这里呢有一个小细节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西不是开门按键啊，它是一个提示灯来的。如果你的车停在路边，你的后座乘客要下车的话，后方有来车啊、摩托啊，它都会亮起来提醒，小心要开门，要注意看一下后方。这个是一个很贴心的设计啊，我很喜欢。在细节上做到这些小巧思，值得加分啊！平时我们都是先拍这个前座，再拍后座，今天我们先去后座喽，再来前座。这台车的前座在上车之前就可以看到有这个电动调节的椅子啦，这个钥匙是不一样的。之前我们看它的 Turbo 版本的钥匙是好像一片薄薄这样子，可是这个就不一样的 design 啦。前座方面，大家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在量产版本一模一样，除了这一个是侦测我们驾车的人的这个眼睛的，这个就会被移除啦。不过我觉得这个被移除是没有什么问题啦，其实有时候它还蛮烦一下的。然后椅子是可以做到电动调节，然后皮革的座椅有 armrest 打开来啊，我找到一个地方跟 Turbo 版本不一样了，它的 armrest 打开来里面没有吹冷风的功能啊，反而 Hybrid 没有这个功能。不过 Hybrid 的 ADAS 功能呢是比 Turbo 版本的来的更加完善啊 ，Dashboard 这些还是跟 Turbo 版本一样，保持非常高水准的品质，还有设计感，都是大面积的软材质。Steering wheel 非常好抓，没有 pedal shifter， 有自动的车灯啊、自动 wiper 啊，通通都有。给好给满，这个就是 Chery 一贯的诚意。所以这一点我真的觉得 Chery 如果这一台车卖10万以下就 win 了啦，直接把马来西亚目前 A segment SUV 市场打趴。OK， 讲了那么多，我们就直接把这台车开上路试驾体验一下，看一下这辆车开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个 feeling 啦。Let's go。OK， 现在来到的就是试驾环节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 Hybrid 版本的 Tiggo Cross。之前我们试过 Tiggo Cross Turbo 版本，你还记得那辆 Tiggo Cross Turbo 版本做起来什么感觉吗？今天我们要试的是 Hybrid， 就可以 feel 到两者之间不同的地方啊。首先一上车可以看到 Steering Wheel 不一样了，这个是 Hybrid 版本独有的设计啊。不过呢，上面这一块，因为这一台是一个 R&D 版本，所以到时候马来西亚版本呢，这个市售款就没有这一块了。这个是侦测眼睛的啊，好像卷面就会一直被他提醒不要睡觉，驾车不要睡觉，眼睛要打开。卷面写信去给 Chery 讲他不喜欢这个东西，没有啦。总之这个东西过后是没有了，然后保留了 telescopic 这个可以上下前后调节的 steering wheel， very good。有些牌子啊，他们的 A segment SUV 他们做不到这些东西的。废话少说，我们直接绑好安全带，推去一个 D， 放开 brake， 车就可以开始移动了啊，不需要去放什么 handbrake 啊 ，HEV 嘛，对不对？非常够力安静这辆车，现在启动了，它完全就是用 motor 运行这台车，不是用 engine 啊，所以现在没有听到任何的 engine 声音，好像驾电动车这样。现在时速是20啊，超级安静，过吨的感觉我觉得也是 OK。不过我觉得它的轮胎的风应该是打多了，所以过
过完吨的时候有一点点跳。这个 suspension 其实很好，当然这一台车是一个1.5吨的车，有这样子的 suspension 的这个回馈感，我觉得还是 OK 的。体验一个小小的加速啊。Hybrid 就是 Hybrid， 它的这个加速啊，因为它是没有压箱。这台车如果你们读它的 brochure 啊，可能会看到它在压箱那边它是写 DHT， 你就会不明白什么是 DHT 什么来的。OK， 这个 DHT 呢，其实就是马达跟引擎的一个结合体。所以这辆车哦，刚才我问了他们的 Production Pro， 就是 Product Pro 很厉害的产品负责人呢，他是跟我讲这辆车没有压箱，等于不需要去做这个压箱的 maintenance， 不怕它爆压箱，不怕 CVT 脱链，也不怕压箱齿轮坏啦，也不用换压箱油啦。所以在 maintenance 方面啊，我相信这台车比一般有压箱的车啊是做到来的更加 low cost 的，不是 low cost 啊，是 zero cost 啊。没有压箱吗？哇，然后现在停车啊，完全没有声音，够安静。跟电车一模一样感觉。然后这个油门一踩踏下去的那个响应跟电动车也是一模一样。当然 hybrid 版本的呢，跟 petrol 版本还有一些细节上的调整啊。hybrid 版本会更加 high spec 一点点，包括它的 ADAS 是更加完整的 ADAS 系统啊，也有 ICC 自动跟车这个 Intelligent Cruise Control。普通 Turbo 版本呢是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罢了，所以要 Low Speed Follow， 要 Stop and Go Follow 的话呢 ，Hybrid 版本就有这个功能。然后还有就是这一台 Hybrid 版本的呢，会多一个 airbag， 在哪里呢？就在 Center Console 发生accident的时候，连中间都会有 airbag。实际是怎样子我不知道，我也不要 try。试下油门响应。这样有力的没这个车，这个油门我真的是轻轻点一下，我就可以 feel 到它的这个加速是很有力的。慢速爬坡的时候啊，如果是纯汽油的车啦，如果小 CC 的车啊，就会有一点力不从心，要发力，然后要等那个压箱变速，然后才有那个力上山。可是这辆车呢，刚刚我们上一个斜坡啊，你的油门真的是给它一点点的那个电门啊，它已经是差不多像电动车了，它就马上作动了，马上有反应。这一点加起来真的是比纯汽油的车来的爽感。现在中国啊，已经很多人开始在开混动车了啦。这个电池啊，相信很多人都会担忧，以后换电池会不会很贵啊，还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不用担心啊，因为电池科技一直在进步，以后电池呢会越来越便宜。而且这台车它不是 PHEV， 它不是纯 EV， 所以它的电池容量不像 PHEV 或者 EV 车那么大个，那么贵。所以这台车在以后电池坏掉的话，它的保养更换电池的费用肯定是没那么高。那我们来讲一下乘坐体验，因为它是一辆 HEV 嘛，开起来会有一种电动车的感觉嘛。我知道你不喜欢电动车，像这辆车会不会给你那种你不喜欢的感觉？你开到现在，我是还没有 feel 到那个不喜欢的感觉，它还是比较偏向汽油 HEV 的那一个感觉，不会到真的很 EV 的那个感觉，坐起来那个感觉还蛮舒服的。对比同级对手 Ativa 跟 WRV， 太恶心了吧这个对比。同级吗？同级它是介于 A、B segment 之间啊，像我们就对标 A、B segment 哦。OK， 首先座椅啊，因为我平时都是坐这个 passenger 的位置，我觉得嘞要走远途哦，这个 passenger 的位置真的是很重要。如果你不够大张，你就会很不舒服，然后坐久了，你会觉得会跟你隔壁的人吵架，因为真的很不舒服。可是这张椅子包覆性很好，然后呢，它这个椅垫哦，脚的这一边哦够长，所以可以 cover 到这个腿部空间很好。然后如果你是像我这样喜欢坐长途车，是喜欢翘脚的话，其实你把脚翘上来的话，这边还有一个 curve 可以 cover 一下你的腿的位置。这样如果要讲驾驶体验的话，我们对标 WRV 也好，对标 Ativa 也好，整个驾驶体验就是天差地远，两个是不同世界的东西。我们讲一台车驾车的人啊，最直接接触到的东西就是整个车 interior 的造工，还有它的用料。刚才我讲的那两台车，它的造工跟用料，我不懂要讲形容，就是不在一个 level 上面的。如果拿他们两个来对打的话，你就觉得好像不公平这个全部都是 soft touch material， 全部都有这种真实车缝线，这种金属拉丝感的 interior， 然后有这么大个那么好看的荧幕，有360什么，其他两个都没有。问题就出在为什么价钱那么接近，它的对手没有呢？这一点我就觉得 Tiggo Cross 确实是要给它打个赞。So 如果你们对这个 Tiggo Cross 有兴趣的话，想要了解更多详情， Johor Bahru 南马区的朋友可以到 Merdini， 就是 Chery 的 flagship store， Chery 的4S 旗舰店那边就可以看到这台车，可以试驾这台车。想要了解更多详情，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他们的联络方
方式，还有一些 SA 的电话号码，可以询问更多详情啦。今天这一集就先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会跟 Cherry 借这台 Tigo Cross HEV 做一个长途、长时间、好多天的细节分析。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一定要订阅，小铃铛一定要打开。那么我们接下来发影片的时候，你就不会错过了啦。今天就先这样，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Good night。Real stats, real speed, real grip on the line. We ain't influ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e're a rap,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